有野心但是有拖延症的人疯狂的学習一个能力来拯救自己，叫做身体入场。如果说你整天想法都是特别的宏大，可是一旦落到实处，半點行動你都拿不出來。如果說你能弄懂我接下來說的這套做法，你就完全能夠跳出胡思亂想的這種自我內耗，一拖再拖的這種怪圈的生活裡邊，能夠踏踏實實的拿到很大的結果。不少人呢，其實他一直都擺脫不了一個困惑，就是拖延並不是缺少一個目標，缺少一個項目，而是你從頭到尾是踩進了3個非常難察覺的一個坑裡。拖延就是你本質的問題。很多人呢總是靠着我幻想着給自己打個氣，我天天在腦子裡科普，我哪天能把賬號的流量做爆，我哪天能漲上100萬粉絲，我哪天能夠賺錢賺到手麻，讓我自己翻身逆襲。然後你的腦袋裡就是光空想讓自己可以得到一定的滿足，可是呢幻想過後你壓根就提不起任何的劲頭去幹任何的事情，更別提幹活做項目。還有一部分人呢熱衷於拿個紙拿個筆密密麻麻的寫一個計劃表，做一個計劃表，規劃的是相當的完美，十分的完美。可是什麼時候動手呢？什麼時候做事情呢？什麼時候到哪裡去呢？做到什麼程度呢？都沒有任何的落實，全都是空想那麼寫再多的計劃，只是你紙上談兵沒有任何的實際行動。那還有一種朋友呢，做事情非常喜歡等待時機就是等待，一直在等待非得要等到心裡不憔悴的時候，渾身充滿幹勁的時候，這個時候他才願意開始去開工。可是這份美好的狀態，你這輩子是永遠等不來的。拖延這個毛病，它會反倒讓你養得它越來越頑固，導致你越來越拖延。我可以跟大家負責任的講，我在之前幾年前做這個賬號的時候，也是做抖音賬號，我也是這個樣子的，腦子裡天天幻想着我怎麼去爆火，怎麼去爆款出圈，整天幻想着我的粉絲的暴漲，然後能夠順利的變現賺到錢。可是真的當我坐在了電腦面前準備寫文案的時候，總會忍不住拿起個手機先刷會兒短視頻吧，再翻翻別人的文案，翻翻別人的作品，做做參考和對標吧。緊跟着呢又開始無限的懷疑自己，我的選題到底能不能火，我這個文案到底能跑多少流量。想來想去折騰了2個小時，一晃就過去了。2個小時什麼都沒有幹，文檔裡面空空蕩蕩的一個白板，一點產出的價值都沒有。後來呢我是徹底的想明白了這件事兒，很多人他不是沒有賺錢的野心，有非常賺錢的野心，只是呢一直陷入在自己的腦海裡，讓自己無限的反復跟自己去來回的拉扯。那麼如果說你想要改變這個現狀，光靠不斷的琢磨這個道理和這個理解解決，它是解決不了你的任何的問題的。你必須先讓自己動起來，對吧？你想喝茶，你得先倒茶呀，對吧？你只有倒了茶之後，你才能夠端起杯來喝到你的嘴裡。只有這樣才能夠讓你踏實的做事。做事的邏輯本來就是你全都想明白之後，如果說你全都想明白之後你再動手，對吧？那這樣是肯定是不現實的。那真正的高效的辦法是什麼？就是你提前鋪好自己起勢的台階，降低這個開工的難度。那做完之後再給自己一點小小的獎勵。那下面我給大家分享的我自己這種的實際操作的這種執行的方式，你直接照着執行就可以了，非常簡單，你能聽懂你就可以擺脫拖延。就是先確定預判好我幹活路上會遇到什麼樣的阻礙，然後呢我想好應對的這個政策和自己這個對策。那這些呢都是實打實管用的一個經驗啊，真的是這樣，別小看這一步不是隨口亂編造的這是真正被驗證過的不要只是空口喊。比方說我拿做自媒體為例子，不要空口喊我要做好 IP， 我要做好短視頻，我要做好爆款，不要這樣想，靜下心來去捋清幾件重要的事情，我最終想要拿到一個什麼樣的結果，在做這件事情的過程中我能夠收穫到什麼，
中途我最容易卡到什麼問題的难點在什麼樣的地方。那麼如果说真正碰到这些难点或者说难解決的問题，我应该怎么去化解？我应该去拜訪誰？我应该怎麼樣才能解決，對吧？那好比你打開電腦，你就忍不住要玩手機，對吧？忍不住要玩遊戲，那你就給自己就定下一個規劃，我先動筆敲鍵盤寫下30個字的開頭，20個字的開頭，寫完之前我絕對不允許自己走神兒，寫完之後我再慢慢的進行去打磨去修改，完事之後接着給自己養成一個固定的做事情的習慣到場景裡面之後你就直接開工。比如說你不用臨時糾結，你比如說我想拍短視頻，我只要坐在這兒我就直接開始了，我不用糾結，別每天只是在你自己心裡去告誡你自己，我今天一定要努力我今天一定要自己加油這種的自我打氣根本就起不了任何作用。我已經試過了，給自己定好一點這種不成文的規矩，只要晚上8點我下了班，我利用空餘時間，我坐在了電腦面前，我就立馬打開我的 Word 文檔，我寫下第一句話，我的文案到底是什麼，今天寫什麼選題。只要你開始在拍之前，比方說你心裡發怵容易會失敗，對吧？那你就跟我一樣，就先錄錄完之後這一段素材可以不需要發，對吧？你看我現在也是鍛鍊了2年時間，我就隨口可以說出來了，就是這個道理對吧？把幹活的這些事情直接綁定在你固定的場景化工作的之中，你不用你大腦反复去糾結去拉扯，对吧？環境到位之後直接開始行動。就比如說我現在坐在這兒，我就想以這個背景去當背景去拍這個短視頻，我坐下我立馬就開拍，我不要想，對吧？最後就是試着給自己定下一個5分鐘的小約定，人生只需要5分鐘，只需要做3件事，不用一開始就死磕很久，沒有任何意義。不要剛開工的時候就逼着自己長時間高強度的幹活，那樣也沒有任何的意義，只會逼着你自己不想幹活。普通人是很難瞬間進入到這個專注的狀態。就比如說我剛開始這個跟自己說的很好，對吧？我只先忙活5分鐘，我寫好文案也好，對不對？我做好排版也罷，我剪輯視頻也好，對吧？哪怕我每天整理自己的素材我也可以。那多數的情況它並不是有了動力之後我們才開始做事情的，這個你一定要了解。恰恰是我們動手之後那股子幹勁才慢慢的浮現出來。最難跨過的關就是啟動這一關。就好比我一開始我拍這個視頻，我可能也沒有狀態但是我講着我自然的狀態我自然就來了，那麼我這個視頻就順理成章的出來了，對不对？然後呈現在你們的面前，就這個道理那最後呢，就一定要學會給自己搭配點小獎勵。還是我上面說的，別全程靠着自己的意志去硬拼你的意志力沒有那麼堅強，各位你可以認可你不用把娛樂放鬆和你的工作完全對立的分開。你看我現在就是邊工作邊娛樂，邊娛樂邊工作嘛，對吧？你可以安心的去搭一個排版，去做你個安排。那出門散步的時候呢，你可以喜歡聽聽自己的想創作的內容和聽的歌曲。那麼寫完你文案的開頭之後呢，你可以再去喝一杯咖啡，或者說你去喝一杯茶，然後再留出10分鐘的時間，你再去刷短視頻，再去放鬆一下。那麼時間長了之後，你的大腦自然会形成一種條件反射。什麼條件反射呢？就是幹活之後我就會有開心的回報。比如說我這條視頻拍出去了，可能大家看到了，我流量跑了幾十萬幾百萬，我就非常的開心，我繼續有了幹活的信心，我繼續創作下一個短視頻。就這個道理，慢慢的就不會本能的去抗拒做這個事情了，能理解嗎？尤其是做自媒體，就這麼一個道理這些辦法都是我親身經歷過來並且非常有效的一個辦法，真的是這樣。拖延這件事怎麼說呢？不怕你不停的自責去埋怨自己，最怕的是你把起步這件事變得足夠的簡單到来，对吧？讓你產生不了這種去避開的這種念頭，真正的直接做到身體入場入鏡頭，我進來了，各位，我進場了。不要靠一時的熱血去做一個衝動，也不要靠咬牙去死撐，沒有任何意義也不要站在旁邊我一邊空想到底怎麼樣，而是給自己鋪上一條輕鬆的路，這條路上順手就能夠做得了這條事兒，這就是這條路。不要再一味的在自己的內心說我要自己改變，我要征服自己，停止無效的內耗對吧？實實在在的動手去執行才是關鍵，想拍就立馬拍嘛。所以說各位如果說你能把我這條視頻聽到現在，說明
你的拖延症也改了一大半了。是这样，拖延症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你想把这个事情想得太完美了，完美之后我再去干。但是事實上呢，哪有這麼多完美的事情等着你去幹呀，對不對？人生不可能等到完美，人生只有在幹的過程中不斷的打磨自己，修行，對吧？人生是場修行嘛，有散修，有邪修，有歪修，對不對？選擇一個適合你自己的修行，找到你自己的適合的出路，不要被拖延所耽誤了你自己的人生，一定要把拖延改掉，把自己的人生找回來，拿回屬於自己的人生，這樣不管是財富、事業還是婚姻，全部這種好事都會落在你的頭上。最後你們可以在評論區隨便聊一聊，你們平時的拖延改掉了沒有，或者說你們拖延到什麼地方了。